师尊的白月光醒了，他神情淡漠的要赶我出宗门，我却听到他的心声：你敢走出这个门，就是不爱我。白月光，现在追妻都这么骚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10年前，我被师尊从乞丐堆里一眼挑中，带回了仙门。彼时我正在树上掏鸟蛋，师尊一身白衣，长身玉立于树下，谪仙般的人物，说出的话却状似拐骗。少年，我看你根骨清奇，是个修仙奇才，要不要和我回仙门？停！我摆出一个打住的手势，你是这个月第3个这么跟我说的了。师兄从他身后探出头来，小妹妹，我们这里炼气期到金丹7包炼过，现在打折只要999灵石。我微微的一笑，忍无可忍地向他们砸下2枚鸟蛋，修仙广告滚出 China。一顿掰扯，最后我还是跟他们回了仙门。你问为啥？因为师尊发动了他的美颜 buff。在我从树上落下的一刻，缓慢而清晰地欣赏到了那清冷的桃花眸、润泽的薄唇、禁欲的喉结，以及挺拔屹立的身姿。那年杏花微雨，你说你是沈进良，我信了。如今看着他淡漠的眼眸，毫不留情的驱逐，还有身旁那个娇柔的白月光，我殷殷的抹泪。这些年的灵石终究是错付了，我无比伤心，背着包袱里的极品法器珍稀灵草、千年灵芝和999颗上品灵丹就要走，打算留给他们一个决绝的背影。转身之时，却听到了师尊清冷哭泣的嗓音：你敢走出这个门，就是不爱我。我懵逼的转头，看到师尊还是那副淡漠的姿态，白月光在他身旁朝我露出挑衅的表情。起猛了，今天都出现幻听了。我掏掏耳朵，刚转身要走，又听见那女子焦急的声音：现在追妻都这么骚了，说好让他吃醋就行呢，他怎么真走？赶紧叫住他呀，别让他把我二舅背走了。我震惊的转身，他俩还是那副样子，看起来根本没说话啊。见鬼了！还有什么吃醋？谁是他二舅？仙门不宜久留，此地有脏东西。我一溜烟的跑出店门，背着我的包袱狂奔，瞬移了2里地，还没到山脚下，我就被大师兄拦住了。大师兄少眼为人正派，清风明月，对着我说出了真诚恳切的一番话。长月啊，师尊他向来面冷心慈，怎么会真的赶你出仙门呢？他说了，只要你以后不要找云芝仙子的麻烦，便可继续留在仙门做他的弟子。然而我听到了他气急败坏的心声，沈进良这个老壁灯自己把小师妹气走了，还要我来拦，还说带不回人来我也别回来了，劳资迟早挤走你自己做掌门。我震惊到呆滞。大师兄仍是语气温和地问我，怎么了，长月？没事，我流汗干笑2声。好家伙，我好像突然有读心术了，天赋觉醒了吗？刺激，这就是他们当初招我来仙门的原因吧？我果然是天选之子。我决定不走了，我倒要回去听听他们心里都在暗戳戳的嘀咕啥。这一次，我要把我失去的八卦都夺回来。上山的路上，我兴致勃勃地问大师兄：师兄，你觉得我们仙门怎么样呀？大师兄温柔的一笑：我们仙门可是修仙界第1宗派，誉满天下，入我仙门者前途不可限量。挂牌绩效，除了包吃包住没有一点优点，就靠沈进良那张脸招摇撞骗。要不是劳资刚入修仙界的时候零 offer， 才不会签这种无良仙门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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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憋不住笑了，忍笑忍到表情扭曲。师兄，那你觉得师尊如何？少爷面露崇拜之情。师尊貌若神奇，法力无边，乃是修仙界第1剑尊，是我修仙之路的榜样。沈进良也就那张脸能看得过去了，一整个恋爱脑，哪个正常人会把灵芝变成人，假装是白月光？还是躺了1000年的白月光，花盆里栽了1000年的药材还差不多，笑死劳资了。我好像听出了一丝不寻常，于是我掩面佯装伤心。师尊好像不太喜欢我，对我心有芥蒂。师兄的嘴还没有动，心声先蹦出来了，他都快喜欢死你了，喜欢到失眠，茶饭不思，精神分裂。没看他每天跟你演情深深雨蒙蒙吗？我凌乱了，我那谪仙一样淡漠情爱、禁欲冷肃的师尊，他竟然喜欢玩这种。大殿之上，
云之仙子眼眶微红地向师尊诉苦：“晋良，你这小徒弟脾气也太大了些，我不过说了他一句，他就背着包袱走了，想来是容不下我。”说着，他还扯起袖袍拭了拭泪。可他的心声，白莲花应该是这么演没错，可老娘是灵芝，居然让我演这种低级植物。师尊闻言蹙了蹙眉心，看我的眼神3分薄凉，4分失望，5分痛彻心扉。为师以前教导你的，都忘了吗？他内心，你忘了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了吗？呜呜，竟然真的要走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，呜呜。我……云之仙子视线与我对上，莹莹美目中尽是挑衅。然而我听到她内心尖锐的报名声：“二舅啊二舅，你还好吧？呜呜，你都这把年纪了，骨头酥的掉渣子，这小丫头人不大，包袱里东西装的不少，没给你压骨折吧？”一阵老迈却贱嗖嗖的声音从包袱中传出：“嘿嘿，骨折没有，这些圆滚滚的金丹倒适合按摩，2000年的死皮终于掉了，哎，巴适的很。”我一脸震惊，赶忙从背上取下包袱，摊开在地上，果然看见那千年灵芝的边缘碎渣飞得到处都是，灵丹上、法器上。我一把合上包袱，决绝地推给师尊：“师尊，这些都还您吧，徒儿不要了。”师尊清冷侧目：“这些寄给了你，便不会再索回，只要你不再与云儿相争。”我真诚地摆手，欲哭无泪地后退：“真不要了。敢问这种不洗澡的灵芝，到底是谁在种啊？”我拒绝的态度在师尊看来成了另一种意思。只见那琥珀般的眸子一瞬间氤氲了一层薄薄的水雾，他心声颤抖，他说不要了，是不要我的东西，还是不要我了？我挠了挠头，想着怎么找个委婉的借口。刚起唇，师尊便冷淡地转身：“随你。”然而哭泣的心声不绝于耳：“呜呜呜，他不要我了，他果然不爱我。我找根白绫上吊算了。”他步履悠悠地离开了，脚步虚浮，仿佛要碎了。师兄说师尊要闭关修炼了，他内心其实受了情伤，卧床不起。我一边担心，一边心安理得地回我的寝殿，呼呼大睡。没办法，听八卦太耗费精力了。我听到了丹炉殿的女弟子轻摇的前男友的前女友的现男友的前女友，竟是他失散多年的亲妹妹。听到了日常来仙门乞讨，穿着破烂的乞丐老妪，竟在山脚下开了2座富丽堂皇的南风馆。听到藏经阁里古板严肃的说书老头，竟每天都念叨着早点下班，要飞奔回家看点石成金树速成和仙途坦荡之寡妇桃花缠上我。我深深地觉得我应该以新的眼光看待仙门了。如果我的承受能力跟不上它炸裂的速度，那该炸的人就是我了。我保持稳定情绪，微笑着进入梦乡，想借着温馨甜美的梦境洗涤我被震了一整天的灵魂。可是温馨是挺温馨的，乳白色的薄雾在四周轻轻地涌动，甜美也是挺甜美的，清甜的槐花气息充斥在我鼻尖。我还没觉察出什么，只以为自己是梦到了在怀清浴池沐浴的情景，直到一方白皙净瘦的裸背出现在眼前。眼前之人缓缓地转身，泪结湿透，桃花眸潋滟，半垂的衣衫遮不住惊觉的腰腹，场面旖旎，无端的诱人沉溺。这是师尊！我猛地捂眼，暗骂自己色胆包天，怎么什么都敢梦啊！梦里的师尊和平日清冷淡漠的样子简直是2个极端。他本就容色绝艳，垂眸勾人时也分外蛊惑人心。我看到那禁欲的喉结附着薄汗，难耐地滚了滚。我垂在水下的手腕随之被直起，阿月，帮我！梦境的后来发生什么我已然不记得了，醒来只觉得一阵恍惚。我捂着红透的脸，逐渐地把自己缩成一只虾米。不对，肯定是因为白日里不正经的八卦听多了，我才会做这么奇怪的梦。罪过！大师兄说我这些天老是神游天外，看来是太闲，是时候该给我安排点有质量的任务了。他正色道：“长月啊，师兄有重要的事交代你。炎朝的二皇子今日上山，要拜入我们师门，你且在这里等着他。这几日我有些急事要下山办，便由你先带着他熟悉一下这里。有什么急事，等师兄回来再说。”
不等我反应过来，他风尘仆仆地下了山。快乐的心声飘荡在背影后，本月销售业绩完成，又靠虚假宣传招收冤种小白一枚，就交给小师妹带吧。最近可是仙门求职季，跳槽涨薪我来了。我等了将近1个时辰，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终于上了山。远远的看去，便像皇族的仪仗，奢华的过分。为首的男子一身绛紫色锦袍，星眉剑目，气度不凡，周身隐隐的有龙气浮动，精致的眉目间暗蕴帝王之相。我暗叹一声妙哉！我会些卜卦看相之术，这人的命格贵不可言，鸿运天授，即使在修仙界也属稀缺。照理说，如今人界混沌，是不可能生出如此命格之人的。我忽然有些佩服大师兄，这诈骗广告是打得多好，竟然能割到这种极品韭菜。可这韭菜有些奇怪，他看我的第一眼，眸中就闪过一抹异色，又被他不动声色地压下去。这位便是长月师姐吗？在下陆灵君，日后还需仰赖师姐照拂。他躬身作揖，端地一副恭俭温良之姿，言语间挑不出毛病。可奇怪的是，我听不见他的心声。明明他身后的侍从都累得在心里哭爹喊娘了。我挠挠头，干笑，现在叫师姐还有些早，拜师之事须得师尊首肯才行。也是。他并不反驳，对着我温柔的一笑。两侧的侍从鱼贯而出，抬着精致的香切，浩浩荡荡的上山。我好奇，这是搬的什么呀？不过是些日常起居所用的俗物，不足为奇。可我听到了侍从们汗流浃背的心声。东丹岁贡的紫玉琉璃瓶，价值万金，千万不能摔。南印玄铁淬炼的长汀剑，再重也得捧好了。西海娇绡制成的流云袍，可千万不能损了一丝一毫。我惊讶得合不拢嘴，足足半刻钟才见识完这奢华离谱的排场。好吧，我收回我说的话，十分狗腿地握上他的手。其实也不用师尊首肯，欢迎你加入御仙门，灵君师弟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御仙门穷得叮当响，唯一一点宝物还是靠着师尊招摇撞骗，到处传道授业得来的。因为他脸，百姓们觉得他说的都对。可近些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，师尊很久没有下山了，顺带着还不让我下山。我问为什么？他筑基住了吗？金丹结了吗？元婴成了吗？化神化了吗？没有。那就继续修炼吧。师尊端坐于十里桃林中，境界空明，不染尘埃，耐心地指导着我的一招一式。这样的日子想来也不错。直到我能听见别人的心声，原来师尊每日都惆怅托腮，悠悠地在心底补一句：恋爱谈了吗？没有。那继续练吧。而大师兄嫌弃脸，老壁灯，你还玩上强制爱了。我笑得想死。其实我也并不想下山，我的卜卦之术学得极好，因此隐约地算得见自己下山会有一场浩劫。我知道师尊是为我好，却还是忍不住想逗他，看他气急败坏地想各种法子留住我，包括点化了花盆里的千年灵芝演戏。可这一切都在那位小师弟来了之后发生了变化。师尊不再拘着我，反而鼓励我下山。他开始将那位小师弟拘在桃林中，与他切磋练剑，主打一个让我们俩打不着照面。云之仙子惊奇地拐我，如果我没看错，你师尊移情别恋了。他移情别恋的对象是个男人。乖乖，他吐了口瓜子皮，同情地把手搭在我肩上，要不你参加我们组织吧。我一周有7天参加反男童活动，周末还会额外的宣读反男童标语。我捂脸。他内心，沈进良知道我这么编排他，会不会一气之下把我二舅煮了？可是他非要让我把他小徒弟劝下山，我能有什么理由？他不会是精分吧？一会儿让他走，一会儿不让他走的。可怜老娘如此苦逼，还得切人设演来演去。我好命苦，我真是个一生为二舅奔波的大孝女。好炸裂的心声，怎么听着还有点感动呢？为了他二舅的晚年幸福，我决定答应他下山游历几月。毕竟我掐指一算，算到了师尊要我下山的原因，是要避开这新来的小师弟。这陆灵君命格古怪，冥冥中竟是和我缠绕在一起的，
也就是所谓的生死劫。我现在都记得虚空中命簿上那几行字：亲，无需在山上避劫了，你的劫来了。玫瑰，玫瑰。怪不得我听不到他心声，感情是天道在那儿蒙我呢。我闪身欲出桃林，陆林君动作比我更快，紫袍一旋就挡在我身前。我握紧了身后的剑柄，面上笑意盈盈。林君师弟，何事？他步步逼近，师姐是来看我的吗？碰巧路过而已。路过。他轻笑了一声，周身涌起磅礴的威压。我丹田一阵刺痛，承受不住地屈了膝，此时才迟钝地感知到一丝冰凉的死亡威胁。糟糕！我竟在他出入仙门时没有探清楚他的灵力。师尊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刚刚桃林中还有舞剑切磋的身影，此时空无一人。你只关心师尊吗？他一把拉近我，盯着我的一双凤眼，含情脉脉。师姐可知，我为你这一眼，也在这林中苦练了许多天。事情怎么不太对？他话锋一转，语气里妒意浓浓。自我上山以来，你从未看过我一眼，你眼中便只有师尊。我送你的长汀剑和娇绡流云袍，你全当没看见。你当真察觉不出来我对你是何心思吗？不是哥，我疑惑地举手，有没有可能我们才认识3天？况且他拿着那些名贵宝物在我眼前晃时，我以为这 Strong 哥在显摆呢。他尴尬了一瞬，还是决定继续他的台词。我对你是一见钟情。他有什么好？一个油尽灯枯之人，比得上我年轻，比得上我富可敌国吗？什么轻引剑阵，3天就被我破了5成。他现在自顾不暇，真以为能阻止你我见面吗？好纯一块神金。我默默地后退一步，心底咯噔一声。是了，桃林里留下的仅仅是师尊的剑阵。轻引剑阵是师尊毕生功力铸就，此阵3月1周期，期间入阵者无法离开，从剑阵第7成开始，威压就不是常人能抵抗的。师尊不会是想把他练死吧？我怜悯地看了一眼陆林君，看来他还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。我又想到师尊，那也就是说，他自闭关后，其实再未出来。油尽灯枯是什么意思？见我一时没有反应，陆林君以为说服了我，他眉间染上一抹势在必得。我上山前，延朝国师就为我卜过一卦，我与你乃是天造地设的姻缘，什么外力都改变不了。我们10年前就该相遇，要不是沈进良横插一脚，你早该嫁我为妃。他轻佻地勾起我一缕头发。我希望长月师姐能顺应天意，数日前抬上山那些宝物，便全当做聘礼了。我不以为意，没听见似的转身走了。笑死，真答应了他，这宝物我怕是有命挣没命花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个颜狗。你的容貌比不上我师尊1/1000之一。陆林君自以为风度翩翩的笑容凝滞了，不合时宜地出现一道裂痕。剑阵第6成袭来，他又应接不暇地卷入桃林罡风之中。陆林君的出现让一切变得有些诡异，仿佛在引导我踏入一个写好的画本子。我并不相信他口中的一见钟情，他更像是根据既定轨迹再走某种流程。此时我更担心师尊的情况。我跑去听华殿，却被结界拦下。他不愿见我。冷淡的声音传来，不是让你下山吗？还在此处纠缠做什么？他终于来看我了，这些天我好想他，想到快昏过去了。我心脏莫名地漏掉一拍，伸手触上听华殿的结界。师尊，可否让我见你一面？他心生落寞，不好，我这副油尽灯枯的丑样子会吓到你。阿月最喜欢我的脸，我不能让他看到我这副模样。里面久久的没传来声音，是沉默，也是拒绝。我又急又气，脑中忽然回忆起上次的梦境。也许那不是一个普通的梦，仅仅是梦境中和师尊的一次亲密接触，我就有了短暂的看见命簿的能力。既然他什么都不肯对我说，我心一横，决定在下山前做一件事。当晚，我在寝殿周围布置好结界，又灌了自己2大碗安神汤，终于一头栽入梦境。梦中的师尊依旧没有防备，3000青丝如瀑，须已在怀清玉池畔，吐息微弱。我上次就该意识到，这里是神魄受损的疗伤之地。他受了不少，
憔悴的容色更填了抹病弱的美感，唯有那纤薄的唇仍残留血色，昭示着这病弱的躯体尚有生机。我浮水至他身侧，轻唤，然而久久的不醒，心中的恐慌越来越大。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仰颈吻上了他的唇。刹那间，脑中光影闪现，我又窥见了那本命簿：龙子天女，时势历劫，相爱相残，方得正果。执命不者仅观之，不可生私情，不可涉因果。违者云。与此同时，更多片段走马观花般从我脑海掠过，没等我看清楚什么，师尊倏忽睁开了眼，四目相对，他眼底闪过震颤，克制的想偏头躲开，可我命不正看到了关键时刻，只能心一横，咬住他的唇瓣不放。3秒、5秒、10秒，师尊眼睫轻颤，他纵着我汲取，直到那唇被蹂躏成润泽的龟色。信息接收完毕，我轻轻地移开，怕师尊怨怪我，于是心虚地先开口道：反正你要赶我走，我心死了，做出些出格的事也是情有可原。师尊嘴角似乎轻勾了勾，我听到他悠悠的心声：哼，你的心死了，你的嘴巴没死，你还会强吻别人，可怕得很。可他面上依旧不显，清冷谪仙被亵渎，总是生气的。于是眼尾泛红，言辞冷肃：你走吧，3月期满之前，莫要再回仙门。从梦境出来，我终于明白了一切。原来我和陆灵君真是下凡历劫的。天族与龙族联姻前，子女需下凡历劫10世，美其名曰培养感情。他那逐阴龙族之主的爹，给他安排了10世的非凡气运。而我的母亲，众仙之首的王母，却削去我半副仙骨，捣毁我气运，只为了逼我对陆灵君产生依赖。互为生死劫者，相爱相残，有一方死，即可破局。他们觉得这样残酷生死下淬炼出来的爱情才更深刻。可笑至极，如此培养出来的乃是深刻的爱情，是深刻的仇恨还差不多。而从前的9世，次次都是他杀我。很明显的这一世，他也想如法炮制，用我爱上他，再来个杀妻正道，他便能顺利的飞升，回到上仙界。师尊仅仅因为干涉因果，就被天道反噬，神魂损伤。再如此下去，严重之时，恐怕神魂就要散了。我不能将师尊害到如此境地。背着包袱找到大师兄的时候，他正在一间破庙门口叮铃咣当的修牌匾，一边修一边愤愤地吐槽：恋爱脑，光谈恋爱不要命，布道都顾不上了，庙都荒了，等人间香火全断完了，我看你还能活几天。师尊除了修剑道，还有一部分灵力来自人间香火的供奉，而如今这些庙宇荒废诸多，对师尊如今孱弱的神魂来说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少眼修好牌匾，转身看到我时，吓得差点从梯子上跌了下来。小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顾不了太多，急匆匆地与他说清了事情的原委，听得他一脸震惊。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菩提魂珠，我怕师尊坚持不了多久了。师兄摇头，叹了口气，此物难寻，要是我能找到，也不会做修庙这种杯水车薪的事了。他泄气地丢了手里的斧头。我知道谁有，元朝国师周青。10年前师尊收徒时说我根骨清奇，并不是虚言。他和大师兄还没来的时候，周青先找到了我。他是个一心执着于修道飞升的疯子，天赋极盛，可惜走的是邪路，一直不得其法。他说想跟我做个交易，用菩提魂珠换我的半副仙骨。我那时并不知道菩提魂珠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身上真的有仙骨，于是略施小计，让官兵把他抓进了牢里。他狞笑着对我说，我一定会回去找他的。一语成谶。大师兄神色凝重地回忆起了什么。原来他替师尊布道收徒的时候，能那么顺利地招到表面无害、资质绝佳的陆灵君，都是周青一步步地算计好的。那我们真该去见见他了。大师兄用卜卦罗盘算出了他的位置。在哪里？大师兄不可置信道，玉山脚下，南风馆。水玉铺地，金雕楼阁，那南风馆果然如传闻中一般富丽堂皇。门口的老妪虽然穿着褴褛，但迎客话术十分娴熟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错过这个村就只有玉山那个穷的叮当响的地儿了。我们这里环境优美，
服务到位，乃狗狼狗，应有尽有。小娘子要进来看看吗？老妪热情地挽上我胳膊，丝毫看不出上个月他还拄着拐棍跟我乞讨2颗零食的事，甚至在我真给了2颗后，还骂骂咧咧地控诉我小气。此时他也认出了我，笑容有一丝尴尬，谁还没有个副业？看在咱俩是熟人的份上，给你打7折如何？7折是多少？210，概不讲价哦亲。黑店，我忍了忍，还是掏给了他。他马上安排了2个清丽的小官将我迎进去。大师兄被挡在了门外，你不能进去，今天周日，反男同日。他示意我们看门口的标语，那里还有人慷慨激昂地宣读语录。是云之仙子，他居然来真的！我合理的怀疑所有人的精神状态。无奈，我只好接过罗盘，自己寻找周青。找借口支开那2个小官，我在一个贵宾席的屏风旁找到了周青。他一身玄衣，慵懒地倚靠在榻上，摆手挥退了屏风后福贵的人影。我说过，你还会来找我的。怎么样，现在想通了，要同我做交易了？这人生的一副邪魅之相，可惜是个不着调的疯子。是，我不欲与他多废话，我把仙骨给你，换你的菩提魂珠。可我突然不想交易了，怎么办？我这魂珠世间仅此1颗，你那仙骨我也不着急要。不若我们拖一拖，看看沈进良能撑到几时死。这个疯子面上滴水不漏，内心其实已经急疯了。我笑盈盈地打断他，好啊，不就是鱼死网破吗？我师尊死了，我也不会独活。我与陆灵君的生死劫就算破了，他还能返回上仙界，另择一门姻缘。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飞升，再别想见到他了。被说中心事，周青的面色一下子沉下来。他冷嗤一声，我倒是小瞧了你，毕竟我会读心。我不会拆穿，刚刚周青受那小官服侍的时候，内心念的是陆灵君的名字。他作为国师护了他这么多年，步步谋算将他送上玉仙山，却又不放心地守着他。急着想要借那半副仙骨飞升，不就是想和陆灵君双宿双飞吗？仙骨附于魂体，劈得很顺利，就是有些疼。不过再疼我也说过1遍了，怎么会比当初我母后亲自剜我仙骨时疼呢？我小心翼翼地将魂珠收进贴身的芥子瓶中。临走时，周青忽然没来由地低喃了一句：值得吗？窗外磅礴的夕阳已经引入云袖，天道浩渺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他不知是在问我还是问自己。3月之期，我和师兄修好了师尊在人间所有的庙宇，重新引香火不到。少眼不愧是师尊教导出来的大弟子，清风明月，引经据典，无人不信服。他还给我科普从前玉仙门的光辉史。师尊是人修成圣，自从掌命部后，常到人间布道解惑，散播福泽，百姓们受到感化庇佑，自发地为他修筑庙宇。他的剑道也被万民敬仰，奉为第一剑道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心想师兄一定是在内心疯狂地吐槽。只不过我现在没了仙骨，没法读心了，倒是失去了一番听人心声的乐趣。我忆起了与师尊的初次见面，那是第7世的时候，陆灵君在我爱上他后，又一次举剑杀了我。我躺在破庙里，喉口鲜血丛丛，怎么都捂不住。悲戚和绝望的荒芜感席卷了我全身。濒死之际，我从自己重复的命运中窥见了什么。我不想再这样死去了，求神佛怜悯，下辈子我不想。我疼得说不出完整的话来，只是一遍遍绝望的祈求。彼时师尊大道出城，掌命部睹万物皆以悲悯。我隔着昏暗的烛火，看见我的神明睁开了眼睛。后来神明因我坠入凡尘，他一遍遍地干涉因果，又一遍遍地看着我如命运的提线木偶般死在他眼前。幸好这一次不会了。菩提魂珠只有在魂魄将散的时候才有用。3月之期的最后一天，我守在了听华殿外。师尊白衣袂翻飞，如我初见他时一般清冷出尘。他痴望着月亮，久久的静默。我没了读心术，不知他心中所想。他亦虚弱至极，感受不到我的存在。直到魂体逐渐地变得透明，
将要碎裂成一片片光屑散去时，我听到了一声低喃：“我的阿月，以后都会平平安安。”我躲在门后，死死地咬着嘴唇，任泪水浸湿眼眶。目睹爱人将死，总是痛彻心扉的。可我必须一点点地熬，一点点地等，用菩提魂珠收集好师尊每一片碎裂的魂魄。漫长的如同过了1个世纪，我终于颤抖着手将魂珠放回芥子瓶，看了眼空荡荡的听华殿，抹了把泪，转身离开，跋山涉水赶往西极净土。只要将菩提魂珠埋于那棵万年神树下，师尊的神魂便能于菩提果中酝养恢复，重获新生。整整81日，我守在神树枝干边，终于等到菩提结果。那夜，我从梦中惊醒，恍惚地从树上跌落，落入一个满是槐花香气的温热怀抱。落下的一刻，缓慢而清晰地欣赏到了那清冷的桃花眸、润泽的薄唇、禁欲的喉结，以及挺拔屹立的身姿。师尊回来了，长身玉立于树下，笑望着我，一如初见。温软的指腹抹去我的泪痕，他终于不再口是心非。阿月，我好想你。俯身，将温热的思念揉在我唇间。我笑着，将失而复得的爱人拥紧。既得天意庇护垂青，往后便是岁岁年年。番外，陆灵君被剑阵剿灭了灵力，通身的气运也消弭殆尽，成了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再也没法对我造成伤害。他从剑阵出来的时候，形容疯癫，不信自己这样的天之骄子会沦为废人。不对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。长月在哪里？不行，我得让他爱上我，我得杀了他，谁都不能阻挡我飞升，谁都不能。他举着剑胡乱地挥舞砍杀，被大师兄一脚踹出了仙门。真是个恶毒的疯子。周青慢悠悠地把他捡了回去，喂他喝药，帮他疗伤，不在意小受低谷之时的事咬发疯。陆灵君如困兽般赤红的眼睛终于浮现出一丝清明，他不再沉默地发泄，偶尔看着周青隐忍的脸，也会怜惜地帮他抹去泪水。他们像寻常夫妻一样回到盐都，安安静静地过了10年。可惜陆灵君气运已毁，10年之后，他在人间的父皇盟誓，向来受宠的他却被其他皇子夺位，践踏进泥里。他吃了无数丹药，灵力一直续不起来。看着铜镜中越来越苍老的面容，心底生出了恐慌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和周青说：“我要回上仙界。”他原以为他在上仙界龙族之主的爹会发现他历劫失败，想办法接他回去。可是竹阴龙族是如此繁盛庞大的仙族，子女无数，如何有暇注意得到他？失去气运傍身，在混沌的人界有如泥牛入海。周青睁眼中闪过正然，却还是笑问他：“人界不好吗？你想回去？如何回去？我知道你手里有长月的仙骨，对不对？你肯定知道如何炼化。你披上他的仙骨，就能继承他的生死劫。”陆灵君急切地握住他的肩，以往只要我杀他一次，就能破1世的劫，现在只剩第10世了。你爱我对不对？只要让我刺你一剑，我就能历劫飞升了。周青，他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，撒娇一般的哄他，吻他，一剑而已，不疼的，是吗？周青望着窗外沉下的夕阳，笑得怆然。强留了20年的人，终究留不住。他可是个追求了一辈子飞升之道的邪仙啊，怎么会沦落到这般境地？好啊。话音未落，常听见捅入他心口，没有一丝犹豫。夕阳的最后一丝余晖消失殆尽，终究是赌输了啊。元德13年，盐都国师盟誓，天降异象，有苍龙盘旋天际，而后远去。时人议论纷纷，皆叹之奇也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